年轻妈妈金伯利与丈夫争吵后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然而这一走就没有了任何消息。警方在介入调查后发现，她正在陷入一段三角关系，种种迹象表明她似乎遇到了危险，但是警方苦于没有证据，这让案件变成了冷案，一晃就是17年。这起案件眼看就要变成悬案，但是在日后一次激烈的家庭对峙中，凶手对妻子亲口说出了他作案的整个过程。依据这条线索，警方最终得以顺利破案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。案件主人公金伯利出生在1977年7月30日，案发时19岁。金伯利是一位年轻的母亲，她与丈夫麦克在1993年奉子成婚。同年，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妮卡，1年后，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女儿玛丽莎。虽然金伯利非常年轻，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以后，她非常努力地想做好一名母亲和一个合格的妻子。她当时在丹佛机场从事班车调度的工作。这个年轻的家庭虽然过着并不富裕的生活，但是一切似乎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时间到了1996年10月29日，这是一个寒冷的周二傍晚，金伯利的父母正准备着晚上的家庭聚会。按照之前的安排，今晚女儿会来看望他们。可是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她并没有出现。她的父母打了好几次电话，都联系不上她。这时他们也没有多想，认为女儿可能临时有事来不了，所以也没有放在心上。直到第二天的早上，金伯利的父母接到了女婿麦克打来的电话。麦克说，昨晚妻子出门后一夜未归，问妻子是不是去他们那了。金伯利的父母听到后赶忙说道，昨晚他们也没有等来女儿，他们并不知道女儿去了哪里。在得到答复后，麦克又联系了妻子的同事，同事也说金伯利没有来上班，也没有请病假，他们都不知道金伯利去了哪里。于是1天后，麦克终于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报告了妻子失踪的消息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找到了麦克了解情况。麦克说，妻子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0月29号的晚上。这天原本他们要去岳父母的家里，但是临走时，他们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了口角，妻子一气之下跑了出去。由于还在气头上，他并没有阻拦，只是在窗户里看到妻子顺着公路朝西边的便利店方向走去了。他说妻子很任性，以前经常这样做，但是通常在消气后就会自己回来。可是这次他在出门后就彻底的失踪了。因为当晚他们约定了去看望他的父母，所以他以为妻子回家了。但是经过2天的寻找后，他始终找不到妻子的下落，所以他才联系了警方。他还坦言自己和妻子在结婚后一直存在着一些矛盾，他认为妻子可能伤心了，决定离开他和女儿。警方找来了搜救犬，按照麦克指的方向一直追踪到了一条高速路。由于高速路上比较危险，警方终止了搜寻。他们认为金伯利可能搭车离开了奥罗拉市。然而金伯利的家人在得知后并不认可这种说法。他们说，女儿虽然年纪不大，有些任性，但是她对2个孩子还是非常疼爱的，她不会丢下2个孩子突然离开，女儿一定是出现了意外。在金伯利家人的坚持下，警方正式以失踪案开始展开调查。由于没有任何线索，警方只能通过金伯利周围的人际关系着手。他们首先找到了他的同事了解情况。同事们说，金伯利平时为人和善，并没有与人发生过冲突，不过他似乎与上司马克的关系有些暧昧。于是警方又找到了他的上司马克。面对警方的询问，马克承认他与金伯利确实有不正当的关系。他说最后一次与金伯利见面是在29号的晚上，在一个加油站附近，但是他们只是简单的聊了几句后就离开了，并没有发生其他的事情。当警方了解到金伯利有外遇时，他们理所应当地把怀疑对象放到了马克身上。面对警方的怀疑，马克表现得非常配合，他否认自己与金伯利的失踪有任何关联。为了摆脱嫌疑，他主动要求了测谎，另外他还提供了不在场证明。尽管马克通过了测试，也有证人证实他当晚的活动轨迹，但是警方还是对他进行了彻底的调查。经过调查后，警方并没有发现马克有作案时间和动机，于是马克就被排除了。按照麦克的说法，金伯利当时出走时没有携带任何私人物品，身上的钱也不多，他上个月的工资也一直没有领取。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失踪，很可能是遇害了。
由于金伯利陷入了三角关系，而这种情况下，马克和麦克是最大的嫌疑人。现在已经排除了马克的作案嫌疑，目前唯一的嫌疑人就是麦克了。警方怀疑麦克可能因为妻子的出轨产生了不满，所以因为嫉妒杀害了他。于是警方又对麦克进行了调查。警方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得知，麦克与金伯利在结婚后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，他们经常会因为很小的事情吵架，而他们争吵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钱，另一方面是麦克一直怀疑他不忠。麦克经常以妻子有外遇作为理由将他关在家里，因为这个原因，金伯利丢了很多次工作。朋友还说，麦克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，他控制着金伯利的方方面面，稍有不如意就会随意打骂他。在金伯利失踪的前一周，他正式提出了离婚的要求，而麦克似乎不太想离婚。在了解完后，警方又找到了麦克。当警方对麦克说他的妻子与上司马克有染时，麦克说他并不知情，他认为妻子年轻爱玩，肯定是因为厌倦了家庭生活而选择离开。警方对他的话产生了怀疑，金伯利出轨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，他不可能不知情。于是警方提出了测谎的要求，然而麦克并没有接受。麦克的这一行为更加加深了警方的怀疑，于是警方获得了搜查令，决定对麦克家进行彻底的搜查。当警方搜查房间时，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，只发现了一盘麦克恳求妻子不要离开的录像带。调查进行到这里，警方认为麦克有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，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和线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起案件的进展遇到了困难，迟迟不能结案，让金伯利的家人感到非常痛苦。他们开始在城市各个角落到处张贴寻人启事，号召大家一起寻找金伯利的下落。他们发誓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起案件也慢慢变成了冷案，而金伯利的名字一直被挂在失踪人员的名单上，丝毫没有进展。此时的麦克已经离开了奥罗拉市，他断绝了以前所有的联系，带着2个女儿去到了300公里外的阿拉莫萨市。刚刚安顿下来的麦克一刻也没有闲着，他很快就认识了18岁的贝基。贝基对这个2个孩子的父亲非常有好感。当他问到孩子的母亲时，麦克说他第一任妻子抛弃了他们，离家出走了，现在他非常渴望能有一个安稳的家。涉世未深的贝基顿时对麦克和孩子产生了同情，于是他们开始了正常的交往。在金伯利失踪的2年后，他们举办了婚礼，成为了合法的夫妻。善良的贝基接纳了麦克的2个女儿，他虽然没有生过孩子，但是他很快就适应了母亲的角色。在日后的生活里，贝基对这2个女儿视如己出。年幼的妮卡和玛丽莎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已经失踪，他们从小就认为贝基就是他们的亲生母亲。在结婚6年后，麦克与贝基有了自己的儿子德根。这时麦克的2个女儿也慢慢长大，他们帮妈妈分担家务，照看年幼的弟弟。这一家5口的关系看起来非常融洽，是一个有爱的家庭。但实际上，这时的麦克也慢慢暴露出来自己真实的面目。自从有了儿子以后，麦克的性情大变。由于经济压力变大，他整天喝酒麻痹自己，久而久之，他便辞去了工作，开始沉迷于赌博。没有了经济来源，这让他们的生活变得非常拮据。麦克不仅不再上班，他还经常打骂贝基，但是事后他又会哀求贝基向他道歉。然而一次次的原谅换来的不是真心，而是变本加厉的折磨。面对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丈夫，贝基受够了，他决定要离婚。麦克同意了贝基的要求，他们达成了协议，3个孩子由双方共同抚养，小儿子跟着贝基，2个女儿跟着麦克，每周他们有一次见面的机会。看似这是一次和平分手，但是仇恨的种子已经被埋在了麦克的心里。在离婚后，麦克经常打电话联系贝基，要求复婚，并答应自己会改过自新。但是贝基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不会再考虑了。碍于孩子们的关系，他并不想与麦克的关系闹得太僵。他推辞说自己已经找到了新的男朋友。时间到了2005年5月20日，这天是贝基看望孩子们的时间。他带着年幼的德根一早就出发了，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危险也在一步步向他靠近。当贝基到达麦克的家时，他突然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，女儿们并没有在屋里。这时他发现客厅的桌子上放着一捆绳子、一副手套和手铐。还没等他来得及反应，麦克突然关上了房门，然后他掏出了一把匕首。
麦克冷冷地说道：“你不应该离开我，如果你执意这样做，我会杀掉我们的孩子。”贝基听到后吓坏了，他赶忙说道：“你不要冲动，大人之间的事情与孩子无关，更何况这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不会这样做的。”为了让贝基相信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，他说出了一个藏在心里的秘密。麦克说道：“这对他来说算不上什么。在1996年，他亲手杀害了上一任妻子金伯利，然后他还逃脱了法律制裁，他也不怕再多一条人命。”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不是吓唬人的，他说了相当详细的细节。听到这里，贝基吓坏了，他不敢相信对面这个曾经的丈夫居然是一个恶魔。此时他想，一定要想办法离开这里。贝基急中生智，他对麦克说，他临走时对姑妈说过要来这里接女儿，如果他不能按时回去，姑妈肯定会来这里找他，到时候你可能会被警方逮捕，所以请你先让我回去跟姑妈说清楚，然后我再回来跟你商量咱们之间的事情。麦克知道贝基的姑妈是一名律师，如果被他发现，他肯定难逃一劫，于是他同意了贝基的要求。他对贝基说道：“你可以回去，但是孩子需要留下。如果我发现你报警或者骗我，你将永远看不到你的儿子。”虽然贝基非常舍不得儿子，但是他明白他一定要离开这里寻求帮助。就这样，贝基独自一人离开了麦克家。贝基在离开后想都没想，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方在得知后安排了一队人员立马赶到了麦克的家。因为麦克手里有人质，所以他们不敢靠得太近，只能躲在一旁暗中观察着麦克家里的情况。几个小时后，贝基接到了麦克的电话。电话里麦克非常生气，他说：“我看到周围有警察，你违背了诺言，你将永远见不到儿子。”说完，麦克便挂断了电话。贝基听到后几乎要崩溃了，他认为麦克肯定会这样做，于是他急忙联系了躲在附近的警察。警方得知后只能准备强攻，当他们破开房门后发现，这时麦克和3个孩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事后他们才知道他们被麦克耍了，在警方赶到时，麦克就带着孩子们离开了这里。警方守着一座空房子待了几个小时。现在警方还来不及多想，他们首要任务是要抓住麦克，因为德根随时有生命危险。警方在房子附近几公里外挨家挨户寻找着麦克的下落，但是最终还是晚了一步。当天晚上，一名农夫在自家的芦苇地里发现了德根的身影，当时的他浑身湿透了，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。于是这名农夫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农夫给警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，他说在早些时候看到过一名陌生男子出现在了附近，经过照片辨认，这名男子正是在逃的麦克。警方相信此时的麦克肯定没有走远，于是他们在附近的大小路口设置了关卡，最终在几个小时后顺利地抓到了正准备搭车逃跑的麦克。警方事后得知，麦克在离开他的住所后带着3个孩子来到了叔叔的家里，他把2个女儿留在了那里，然后独自带走了德根。他对女儿说他要带着德根出去旅行。这时他的大女儿早已明白了其中的事情，原来在麦克与贝基谈话时，他的2个女儿就被锁在2楼的房间里，他听到了所有的对话。他知道弟弟的这次离开可能意味着什么，但是他除了哭什么也做不了。2006年7月15日，麦克被起诉到了法院。在审判期间，麦克狡辩称德根的死是一场意外，他因为自己来回走动不小心跌落在了水里。但是陪审团并没有听取他的说法，最终他以虐待和鲁莽致死罪被判48年有期徒刑。2个女儿的监护权被判给了前妻贝基。2003年11月15日，麦克的女儿妮卡和前妻贝基出庭作证，指控麦克在1996年谋杀了金伯利。虽然麦克一直不承认，警方也没有找到金伯利的尸体，但是贝基和妮卡都证实麦克亲口说出了他谋杀金伯利的过程。贝基说，麦克事先在一片荒地里挖了一个洞，晚些时候他骗金伯利说带他出去兜风，于是他开车带着金伯利来到了那里。等到达后，麦克说下车要跟他谈点事情，在下车后，他用事先准备好的棒球棒打昏了金伯利。根据麦克的说法，当时金伯利还有呼吸，但是还是被他埋在了地下。麦克的女儿妮卡证实了贝基的说法。本来没有尸体是非常难定罪的，但是这次陪审团还是做出了谋杀罪成立的裁定，最终麦克被判终身监禁，并且不得假释。由于麦克拒不交代金伯利的下落，他的尸体也一直没有找到。金伯利的家人非常感谢贝基，
因为她的勇敢和爱让妮卡站了出来，指控麦克的罪行。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，金伯利的2个女儿在她的培养下成为了坚强美丽的女性，她也开启了新的生活，并且有了2个自己的孩子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咱们下期节目见。